河北石家庄的一幢居民楼里，有一个漂亮的女人正在等丈夫回家。她准备了6个菜1个汤，都是老公爱吃的。抬头看看时钟，已经是晚上7点10分。女人开始着急了，说好的7点左右到家，怎么都过了10分钟了还不回来？于是她就忍不住掏出手机，翻出丈夫的号码拨了出去。叮咚叮咚，电话还没接通，门铃响了，原来是她的丈夫到家了。开门之后，女人上去搂住脖子，就是一个香吻。您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对新婚夫妻，他们已经结婚7年了。丈夫名叫郭大庆，是一家涂料生产企业的老板，妻子名叫蔡小娟，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她，目前在家当全职太太。最近几个月来，蔡小娟发现丈夫郭大庆好像忽然对她失去了兴趣。最主要的表现就是，即使在他们最亲热的时候，她把嘴主动凑过去，郭大庆也会想尽办法躲避开。每当这种时候，蔡小娟就会说：“害怕我吃了你呀。”郭大庆则会回答说：“哎，我吸烟了，嘴里苦。”这还不算，尤其是近来郭大庆总是出差，半年的时间比过去7年出门都多，因此蔡小娟整天是忧心忡忡。这不，今天她准备好饭菜迎接出差回来的郭大庆，开门主动献吻，郭大庆又是本能的躲开了。小娟，我饿了，先吃饭吧。蔡小娟心里老大的不痛快，可她并没有表现出来。好，那就先吃饭，瞧，我做了你最爱吃的。这天之后，蔡小娟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调查清楚丈夫郭大庆到底是因为什么对自己如此的冷淡。等郭大庆睡着之后，蔡小娟躺在被窝里就开始分析。这一分析可不要紧，她就暗自出了一身的冷汗。半年之前，蔡小娟的妹妹蔡小青从一家合资企业辞职，来到了她姐夫的工厂，给郭大庆当了助理。现在想起来，就是从妹妹蔡小青来了之后，郭大庆才开始频繁出差，而且几乎每次都带着蔡小青。哎呀，莫非是我的亲妹妹？想到这儿，蔡小娟可就真的睡不着了，她是一夜无眠。几天之后，郭大庆带着妹妹蔡小青出差去青岛，蔡小娟就暗中买了火车票，随后也到了青岛。她知道郭大庆和蔡小青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叫环球的什么贝壳加工厂。下火车出了火车站，蔡小娟坐上一辆出租车，半个小时之后到达目的地。这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，一个大院子，几间厂房。蔡小娟早就想好了，目标明确，她就是要打探打探丈夫郭大庆和妹妹蔡小青一起出差，他们住在哪里，怎么住的。可找到这里的厂长一问呀，傻眼了。厂长说：“我说姑娘，俺不认识你说的那俩人，俺们这儿有20多家厂子，都叫环球，你还是到别处去看看吧。”蔡小娟出来之后，天已经黑了，她准备再找一辆出租车。在经过一个小巷子的时候，一个黑影一闪而过，迅速抢走了她的背包。身份证、银行卡和现金全在包里，她只好到就近的派出所报了案。警察就说：“同志，你最好跟家里联系一下，早点先回老家，等我们这边有消息了，第一时间就通知你。”蔡小娟心想，联系倒是方便，郭大庆和蔡小青目前就在青岛，一个电话他们准来接我。可那样的话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，白来一趟，什么也调查不明白，还打草惊蛇吗？想到这儿，他就说：“没关系，警察同志，我就在这儿等吧，什么时候抓到了小偷，我再回家。”警察觉得这位八成是脑子有点毛病，于是就打算把蔡小娟送上火车。
没办法，蔡小娟只好打通了郭大庆的手机。结果郭大庆和蔡小青已经开车上了青兰高速，俩人在前边绕了一大圈，才调转车头回了青岛。等接上蔡小娟，3个人行驶在回石家庄的路上，郭大庆这才边开车边问：小娟，你不在家好好待着，跑到青岛来干啥来了？蔡小娟坐在后排座上说：我来随便看看。这时候坐在副驾位上的蔡小青已经猜透了姐姐的心思，就见她眉头微微一皱：姐夫，你还准备瞒到什么时候？不如把一切都说了吧，让我姐也清楚清楚。郭大庆赶忙打断了蔡小青：小青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瞒啥了呀？我可没什么瞒着你姐的啊。话说到这儿，蔡小娟怎么能够不更加疑惑呢？经过一番追问，蔡小青这才说出一个秘密。原来蔡小娟个性十分柔弱，郭大庆对妻子一直是宠爱有加，自己在外打拼，让小娟在家当全职太太。可就在半年多之前，郭大庆忽然被查出了口腔癌，而且已经开始扩散。他怕妻子蔡小娟承受不了这样的事情，便瞒着他，一边偷偷治疗，一边把妻妹蔡小青请来自己的工厂，打算将来自己要是不在了，把工厂交给小青管理，也好让妻子蔡小娟继续有个稳定的生活。至于最近几个月总是出差，那是蔡小青提出建议，要生产新型的室内涂料，所以才多次到各地考察采购原料。听完妹妹的讲述，蔡小娟愣了一会儿，等她反应过来，忽然是哇哇大哭。她是真的不知道，如果身边没有了丈夫郭大庆，她该怎样活下去。1年之后，郭大庆在经历了一番放化疗的痛苦之后，终于还是撇下妻子，与世长辞了。因为郭大庆是个孤儿，没有其他亲人，按照遗嘱，蔡小青接管了他的涂料厂。葬礼之后，在郭大庆的墓前，蔡小青搀扶起悲痛万分的姐姐蔡小娟，说：姐夫是个好人，是个难得的好男人，姐，你能跟这样的男人生活8年，你是幸福的，别哭了，姐夫不喜欢看你哭，他希望你好好的坚强的生活下去。蔡小娟用力点了点头，他是个完美的男人，只可惜没遇上一个好妻子，我不合格，我不合格呀。